被我凌辱过的九皇子登基了。我被押到御前，案上摆着2杯酒，一杯下了春药，自己选。他诞生道。我吓得手软脚软，迟迟做不了决断。九皇子讥笑一声，捏住我的下巴。不用纠结，不管你喝哪杯，我都会喝下另一杯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，我是侯府郡主。生不逢时，眼瞅着要嫁给太子，当皇后去的，却一朝宫变，天下大乱。比嫁衣更先来的是求医。宫变的消息是头一个传到侯府的。我爹坐在桌边，愁容满面，一声接一声的长叹，搅得满是愁云。当初我便劝你，凡事留一线，莫要做得太绝，你偏不听。如今这局面可如何是好？母亲伏在桌上，哭声几近气绝。先皇子嗣单薄，朝野上下皆以为储位之争只会在太子与三皇子之间展开。当年站队之际，我爹为向太子表忠心，明里暗里没少给其他皇子使绊子。谁成想世事难料，最后登上皇位的不是太子，也不是三皇子，竟是最不受宠的九皇子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我们现在就走。走？去哪儿？母亲擦了擦泪。早年我在城南有处隐秘庄子，我们先去避避风头，剩下的事再从长计议。话落，我连忙回房收拾了些值钱玩意儿，跟着父母准备跑路。结果前脚刚跨出府邸后门，后脚就被围起来。禁军首领坐在马上，笑得前仰后合。好一个自投罗网！来人，将他们统统拿下！我爹梗着脖子嘴硬，我们侯府对新帝忠心耿耿，将军这是何故？我小脸煞白，躲在后头瑟瑟发抖。这话说出来狗都不信。忠心？首领收了笑，当年大人为攀附太子，所做种种哪件不是死罪？新帝还未有旨意，你却妄想潜逃，岂不是不打自招？不由我们分说，禁军将我们一行人押往大牢。我脖子发髻上戴满了金银钗饰，叮铃当啷的走得很慢。禁军很鄙夷地看着我，见我走不快，挥手推了我一把。我一个踉跄，差点跌跤。推什么推？我自己走。我脾气一直很坏，忍也忍不住。我爹将他与我隔开，开始数落我。你瞧瞧你这是什么打扮，真要逃起来，你连路都走不动。母亲毫不客气地踹了父亲一脚。你骂他作甚？还不是你没用，让我们娘俩跟着你受苦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就该听我娘的，嫁给裴郎。每次母亲心中有怨都会这么说，但我十分怀疑有没有裴郎这个人。我就知道你还惦记着你那个老相好。我爹气得吹胡子瞪眼。两个人拌了一路嘴，到最后还是被禁军恐吓一番，两人才安生。我们一行人被关在一个大牢房里，里头阴暗潮湿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想到之后要待在这个烂地方，我就有点想哭。这可怎么住人啊？黑死了，脏死了，臭死了！没等我哭，我娘先哭出声。哼！我爹火上浇油，等你的好陪郎来救你。娘哭得更厉害了。等她哭累了，声弱了，我才听见牢房不知道哪传来的声音，正盘算新帝登基第一个要杀谁。我猜定先清算太子的死忠，首当其冲的就是侯府。党派之争向来如此，若要清算，朝中没几个大臣干净，要我说，肯定先拿宫女太监开刀。这是为何？你想啊，当初新帝不受先帝宠爱，身居冷宫，是如何被他们苛待的？没错没错，若是我，必将他五马分尸。听到这话，母亲仿佛受到了安慰，彻底不哭了。我却被吓得冷汗浸湿后背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九皇子一定会杀了我，一雪前耻的。我从小就是被宠大的，养成了娇蛮跋扈的性子。曾有一日，我像往常一样进宫游玩，发现一个小乞丐趴在树上摘果子吃。我觉得好玩，驻足看了一会儿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乞丐扫了我一眼，不理人。嘿呦呵，还没有人敢这样无视我，更何况他还是个小乞丐。我的火气噌一下冒上来。你想不想吃东西？我憋着火问他。小乞丐一听，一溜烟从树上爬下来，跑到我面前。我觉得有意思，
从食盒拿出一块糕点。你学几声狗叫，我就给你吃。小乞丐没有一丝犹豫，汪汪叫了数声。看着他任人欺辱的窝囊样，我哼了一声，随手将糕点扔在地上踩了几脚。吃吧，坏狗。小乞丐真的像狗一样趴在地上舔，吃完又巴巴地望着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又不说话了，直勾勾盯着我的食盒。贪心的坏狗。我有点无语，拿起一块糕点朝他嘴里丢。小乞。他叼住，边嚼边说：小乞。什么破名字，还是小乞丐好听，以后你就叫小乞丐，听见没？他乖乖点头。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不是什么小乞丐，而是不受宠的九皇子。我被吓得连宫也不敢进了，心惊胆战好几日，最后无事发生。于是我恶向胆边生，每觉无聊都要进宫去找小乞丐寻开心，要么带些残羹剩饭，要么带些炭火棉被，让他学狗叫，学狗爬，给他做狗链，做狗牌，变招法的欺负他。偶尔我还会对着他俊秀好看的脸上扇2巴掌。我做错什么了吗？他瞪我。我下巴一抬，打你就打你，怎么，你有意见？小乞丐目光微动，最后低下头，没有。看着他后槽牙都快咬碎了，却依旧忍气吞声的样子，我觉得很好玩。又一次进宫斗狗，我发现小乞丐生病了，他躺在榻上，病恹恹的。我很害怕，眼泪止不住的往外流，担心他是被我折磨死的。病的是我，你哭什么？你不会死吧？我涕泗横流。不知道，应该会的吧。小乞丐有些嫌恶的抬手替我擦掉鼻涕眼泪。我还不想你死。我哭得更大声了。他笑了一下，眼圈有点红，知道了。当天我在皇宫宿下，夜里偷偷溜出来给小乞丐煎药，可我就是个娇生惯养的废物，煎药这种粗活我哪会？手忙脚乱的，急得一直掉眼泪，眼睛也熬肿了，忙活半宿才煎好一小碗，也不知道有用没用，反正一股脑全给他灌进去了。那之后我再也不敢找小乞丐了，生怕他死了赖上我。我猜处以凌迟，女的嘛，定是要发配成娼妓的，哈哈哈哈。那群畜生还在说。我忍不了，愤而起身，抬起脚哐哐踹门。别说了，烦不烦？再说我撕烂你们的嘴。就在这时，暗处走来一个男人，身着玄色王袍，恰与我对视。果真是他。多年不见，萧琪褪去了少年时的青涩，轮廓变得深邃硬朗。此刻正阴恻恻地盯着我。开门。他手一挥，有2个人上来开锁。我不出去。我吓得直哆嗦，转身往我娘怀里钻。父亲，母亲，救我！我爹立刻挡在我们身前。陛下，此事与内眷无关，所有罪责都在我一人身上，求陛下放过我的家人。萧琪嘴角勾出一抹讽笑，哼，大人倒是有胆识，怎的生了这么个色厉内荏的草包？要是放在以往，他敢这么说我，巴掌已经伺候上去了。而此刻，我战战兢兢地坐在地上，垂着脑袋，大气也不敢喘。萧琪向前走了一步，玄色云纹的靴面闯入我的视线，靴间绣着的暗金龙鳞。我想起曾经他的东西还是我给的，当时我故意把饭菜放在地上，不允许他用手拿起来，要么吃，要么饿着。萧琪只能像狗一样趴在地上舔食。不对，比狗更加屈辱。毕竟狗不需要在捡食吃食，还要撅着屁股被摸。每次摸开心了，我就赏它一些过冬的东西。早记不清摸过多少次了，只知道它靠着这些施舍，冬天也没挨过冻。想到这，我魂飞魄散，鼻涕一把泪一把，呼了满脸。完了，呜呜呜！无论怎样，都是死路一条了。抬起头来，声音从头顶传来。萧琪的声线很好听，只是此刻带着一点鬼气森森的调调，听得人瘆得慌。本来就怕，想起刚刚的事，我更不敢了。万一他看到我的脸，勾起以往不好的回忆，我岂不是死得更快？我梗着脖子不动。见状，萧琪索性蹲下来，用一双充满沉沉恨意的眼盯着我。还是这么爱哭，和名字一样，惹人生厌。我叫涂娇，这是爹娘翻阅古籍，熬了3天3夜给我取的名字。
他们对此都满意的不行。殿下误会了，我爹为自己证明，小女的娇并非娇弱之意，而是女子丽如乔木之意。丽如乔木，就她。萧琪冷笑，打眼看我。此刻我已经心如死灰的滑成一条，歪倒在干草堆上。我爹无语。萧琪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朝我瞥了一眼，带走。他身后的侍卫立马像抓烂泥鳅一样把我提溜起来。放开我女儿！我爹拼死拦在我身前，我娘对着侍卫又打又踢，哭得快背过去。萧琪显然恨透了我，站在一旁冷眼旁观。这番架势直接给我吓晕过去。再次醒来，我独自待在一间狭小的牢房里，这里不见天日，爹娘不知身处何处。大牢里不断有人被带出去，我总觉得下一个就是我，可是萧琪却迟迟不杀我。我受不了了，想自杀。头上的簪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搜刮干净，手边连个趁手的工具都没有。实在忍不了，我求侍卫带我去见萧琪。侍卫把我押到萧琪面前就撤了。大殿内没有旁人，萧琪墨发用玉冠竖起，坐在案前批奏折，仿佛没看见我。案上摆着一个食盒，里头装着糕点，我看得眼馋，盯了好一会儿。想吃。萧琪突然抬头。想。我咽了咽口水。还记得吗？你第一次给我吃的就是这个。他笑了，拿起一块糕点走到我身前。说实话，我记不清了，我只知道自己现在很饿。萧琪伸手要将糕点递给我，刚要接过，他却把糕点扔到地上，抬脚踩了踩。吃吧。我吸了吸鼻子，不想吃了。为什么？萧琪故作疑惑，吸动鼻翼，猜猜我闻到了什么？难道是郡主自尊的味道？我闷着不说话。萧琪显然是在羞辱我。不想吃也得吃，当初你就是这样让我吃的。我又不是你，我怎么吃得下？他不可置信地笑出声，跪在地上，吃干净，想想你的爹娘。我觉得自己可怜，眼泪止不住往外冒。萧琪是一条落井下石的坏狗，当初他吃与不吃，我未曾强迫过，可他现在竟用我的父母来威胁我。我慢慢吞吞地跪下，在嘴巴快要贴到地的时候，萧琪忽然用手隔开。算了。他叹了口气，看起来十分烦躁。萧琪把食盒放在桌上，让我坐在桌边吃。我边吃边哭，脑子里想的全都是我该怎么办，爹娘该怎么办，侯府该怎么办。哭到最后，我想明白了，此事的症结在我。我硬着头皮主动服软，当年的事是我错了，求你饶过侯府，饶过我吧。饶了你？萧琪眯着眸子盯我，盯得我头皮发麻。饶了你可以。没等我开心，他叫人端上来2杯酒放在案上，一杯酒里被下了春药，自己选一杯喝了。他淡声道。我又想起狱中那些人的话，这是惩罚我的招式，把我喂了春药，再逼良为娼吗？萧琪恨恨地盯着我，看起来真要这么做。我吓得手软脚软，迟迟做不了决断。萧琪讥笑一声，捏住我的下巴。不用纠结，不管你喝哪一杯，我都会喝下另一杯。我是郡主，从不做选择，索性装晕了过去。这次萧琪没再把我送回大牢，我被关在一个简陋的单间，破破烂烂的，没有任何可取之处，但总比牢房好，我安慰自己。房间外有人看守，我见不了爹娘，想他们想得肝肠寸断。很快我就病倒了，夜里脑子昏昏沉沉，我好像做了一个梦，梦中萧琪抱着我喂药，一边亲我一边哽咽。你就这样喜欢太子，哪怕他要死了也要为他守节。娇娇，我该拿你怎么办？他的泪落在我的脸上，烫得我的心麻麻的。我觉得他是疯了。我与太子并无情谊，婚约只不过是有云游大师给我算过命，我天生奉命，生来就是要做皇后的。我想解释给他听，却说不出话。第2日，我的病竟意外的好了。想起昨夜的梦，我找守卫打听萧琪昨夜有无来过。守卫瞥了我一眼，殿下日理万机，正忙着处置太子一党，不会来找你。处置太子一党？我心里一紧。没错，
太子今日午后问斩，明日就是太子的党羽。侍卫像是想起什么，又补充了一句：侯爷不在名单内，郡主不必担心。这番话仍让我惶惶不安。接连几日，不断有抄家斩首的消息传进来，我总感觉下一个就是侯府。可是萧齐迟迟没有动作，就让我这么提心吊胆的候着。内心煎熬了几日，我干脆寻来白灵，反正早晚都是死。如果现在我死了，萧齐兴许就能放过父母，放过侯府了，这样我也算尽孝了。我把白灵搭上房梁，又哭了。要死，还真是有点怕的。脑袋刚搭上绳子，脚还没蹬蹬，想死的决心没了一大半。突然，房门被人从外面踹开，萧齐急冲冲地把我抱下来，扔在床上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萧齐眼睛发红，哑声质问我。我要寻死，不活了，没意思。我眼泪流得厉害。你死了我怎么办？我抽噎瞪他。我怎么知道他怎么办？都登基了，有钱有权，还不能给我大办特办？我不许你死！萧齐突然把我压在床榻，栖身吻了上来。我脑子发懵，唇瓣磨了许久，鼻息都搅得混乱，我快喘不过气了，他才将我松开。你要是敢给太子殉情，小心你爹娘的脑袋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一头雾水。你难道不是要殉情？他死就死呗，关我什么事？我一向没心肠，天下的男人，我只在意我爹。萧齐忽然笑了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笑，没有了那副苦大仇深的石头模样，五官愈发勾人了。他瞥见我在看他，立马下压嘴角。你喜欢我，对不对？我问。萧齐脸红成一片，不肯说话。我在心里笑得打滚，看来他很在乎我，根本不舍得让我死吗？你还会不会杀我爹娘？我趁热打铁。萧齐撇嘴，看你表现，你好好伺候我，如果我满意了，能留你们小命。我知道这是不会的意思，心情好得不得了，开始和他谈条件。我要换房间。我用挑剔的目光打量这个房间，跟侯府的根本没法比，小小的，很恶心。萧齐几乎要被我气笑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摆你的大小姐架子？我斜斜倚在他上，我能伺候你，你还不偷着乐？没了人身危险，我又不知天高地厚了。从小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坏，但转念想，我是先皇亲封的郡主，嚣张一点，跋扈一点，根本无伤大雅嘛。萧齐绷着脸不说话。对了，你把我爹娘放回府，今天我要回去看他们。知道了。萧齐沉沉吸一口气，闷着脑袋离开。我看着他倔强的后脑勺，可真快活啊！搞来搞去，还不是要听我的？想伺候直说呗，非搞前几天那套，吓死个人。回了侯府，我才得知萧齐早就把爹娘放了。关于斩首的事，也没我听说的那么骇人，只不过砍了几个不支持他的老头，以稳朝政。晚上，我娘悄咪咪地把我拉到房间。你和娘说实话，你是不是为了我和你爹才委屈自己的？都是我和你爹没用，侯府还要靠你扶持。母亲说着说着，又忍不住哭。不委屈啊？当皇后还委屈吗？那你爱她吗？怕母亲伤心，我点头敷衍了一通。她看出我不着调的样子，哭得更厉害，我就知道你还是委屈了自己，等到以后你就追悔莫及了。我叹了口气，认真同她说，当初对太子我也不喜欢啊，我只是想当皇后。我不会爱一个男人，更不会爱上一个皇上，那样太傻了。母亲认真端详了我一会儿，见我不似说假话，叹了口气，便去柜子里找东西。我坐在床边等了好久，才见她从柜子最里面摸出个木盒子。她警惕地看了看门窗，又灭了几盏蜡烛，只留了一盏放在桌上。娇娇，过来。她朝我招手，脸上带着诡异的绯红。我凑近，嘿呦呵，竟然是房事密图。我把图册从母亲手上拿过来，借着光火急火燎地看起来。你这丫头也不知羞。娘，你怎么还有这些啊？母亲的脸都红到耳根了，抬手戳我脑门。我是要跟你说正经事。既然殿下对你有心意，你直接给他办了，把皇后之位给说定，省得迟则生变。知道知道。
我笑得没脸没皮。当晚，我抱着春宫图看得入迷，临睡前还想着怎么将萧齐绳之以法。第二日，母亲来找我要图册，我直接携着密图潜逃。我现在住在萧齐养心殿的偏殿，离他很近，可这个人只会成日坐在那一方桌子前批奏折。这天，我又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，等到深夜也不见他人影，忍无可忍，我决定投怀送抱。还没进门，就被萧齐身边的太监拦下。郡主，夜深了，您打扮成这样恐不合礼仪，还请回吧。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你只管通报就是。阴阳怪气的老东西，我真想打死他。殿下说了，不见任何人。他话刚落，里面传来萧齐的声音，让他进来。哼！我剜了那个老东西一眼，提起裙子，扎着脑袋往里冲。殿内烛火通明，萧齐坐在桌前，手握朱笔。我忽地想起画本子里对美人的描述，故意扭着腰肢走到他身边。陛下还在忙啊？我掐着嗓子说。萧齐只盯了一眼，飞速垂下眸子，别成日打扮得跟个花蝴蝶似的，这里飞飞，那里飞飞，招人厌烦。不好看吗？我朝他抛媚眼。难看死了。他未抬眼，朱笔在奏折上沁出墨痕。我向来不是受委屈的性子，为了皇后的位置，耐着性子陪他周旋几日已是极限，再装下去，怕是我自己会被气死。我就是脸上抹了一把屎，也比你好看。我生平最讨厌别人说我丑，因为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花瓶，要是还被人说丑，那我岂不是一无是处？装了这么一会儿就装不下去了，我还以为你能给我端茶倒水。你想得美，我是来当皇后的，还真把我当丫鬟使了。过来给我磨磨。萧齐放下笔。不要。他喉结微动，勾勾唇角。你再说一遍。不要不要不要。我大叫。不知道这话哪儿取悦了萧齐，他一出一声猝不及防的低笑。虽然没觉得我的话有什么不对，但是他高兴了，我就不高兴。我抬脚想踢他，结果裙子太长，被自己踩住，一个没站稳，坐进萧齐怀里。他闷哼一声，呼吸忽然变得急促，屁股被什么不可名状的东西顶着。我一动不敢动。你是想让我断子绝孙？萧齐目光落在我脸上，炙热晦暗。我咽了咽口水，猛地勾住他的脖子，抓住机会道：怎么会？我是想给你绵延子孙。第一次说这么肉麻的话，舌头差点打结。萧齐面上倒是没什么反应，只是我身下异物感越来越强，隔着衣服也觉得烫。我索性宝宝亲亲乱叫一通，漂亮话也说了一大堆，铺垫一番，告诉他我要当皇后。萧齐轻哼一声，掐着我的腰，将我往上提。别夹。我感觉难受极了，扭着屁股问他，那你到底同不同意？那我母亲要做太后，反正他娘也死了，都依你。话落，萧齐一把将我抱起，往床榻里扔。来之前，我满脑子还都是什么姿势啊，动作啊，做起来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，只会咿咿呀呀的好。怎么说呢？又痛又爽。册封那日，天还未亮，钟鼓声已震彻宫阙。我身着金绣霞裙，立在大殿，又困又累。乐声起时，百官齐拜，下面的人像小蚂蚁一样移来移去，我愈发觉得催眠。不行了，我好困。我打了个哈欠。萧齐看着我懒呆的模样，恨铁不成钢，你敢睡就死定了。本来没睡够就烦，他还凶我。我忽然很想念小时候的萧齐，那时他还只是个小乞丐，可怜虫一个，很好欺负，没有人搭理他，只有我会找他玩。我要是离开，他就是一条可怜的流浪狗。那样的萧齐让我觉得是自己的所有物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他所到之处都跪成一片，因为他是皇上，我才是皇后。凭什么我是后？明明是我天生奉命，我嫁给谁，谁才是皇上的。我现在有点想把凤冠摘下来，戴到萧齐头上。怎么啦？萧齐捏了捏我手心，低声问我为什么不高兴。就是不高兴，我想打人。我懒得解释，也没有告知的义务。你不高兴可以打我，但是得等到册封仪式办完。我横他一眼。
打你就打你，还要挑时间。我已经很不爽了，萧琪还在继续，下面这么多大臣，你要给我几分颜面？还颜面，我非得给他几分颜色瞧瞧。我狠狠往他侧腰掐了一把。轻点，你要掐死我！萧琪吃痛的低叫出声。看着他咬牙切齿又不得不忍的样子，我心情一下明快了许多。一会儿掐他一把，一会儿绊他一脚。仪式办完，萧琪已经丑态百出，但我也被母亲教训了一通。你都已经当皇后了，要稳重一些，你刚刚让殿下如此难堪，会让别人诟病的。那我就不当什么皇后了。我当皇后就是为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，要是什么都不能干，那还有个屁用。母亲连忙捂住我的嘴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他现在是皇上，你最重要的任务是哄他开心。我闷着不说话。到了晚上，喜婆教的也是如何服侍皇上，如何讨他欢心，如何捡些讨巧的话说，越听越火大。萧琪哼着曲儿走进来，满面春风。我脑子里又浮起母亲的话，他现在是皇上，你最重要的任务是哄他开心。哄他开心。我端起桌上的糕点，可去你丫的吧！我不开心，谁都别想开心。我把一盘糕点全往他身上砸，边砸边骂，凭什么要我伺候你？我伺候你，我伺候不死你。谁让你伺候了？萧琪避之不及，干脆站在那儿任我砸，直到我把东西全砸干净。我恨恨盯着他不说话。谁惹你不开心了？你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想掉眼泪，忍也忍不住。你还我小乞丐。萧琪愣了一会儿，无奈叹气，从身后掏出一条狗链，是我小时候给萧琪做的那条，上面还有他的专属狗牌，刻着小乞丐。小乞丐一直都是小乞丐，不会变。他把狗链递给我，我擦干眼泪。萧琪现在身量很高，给他套绳子的时候要一直仰着脖子，很累。我干脆把他推倒，跨坐在身下。狗链很小，从前套在脖子上还有余量，现在紧紧勒着萧琪的脖子。室内响起他密集的喘息。紧不紧？他仰颈，喉结微动。有点。哼，紧就对了，坏狗。萧琪深吸一口气，扶住我的腰，把我压在身下。坐的时候，狗链也没摘，狗牌坠在他颈间。他用力时就晃得厉害。我舒服地眯起眼，动快点。贪心的坏狗动作变得又凶又急。我吃痛，手上也跟着使劲。萧琪被绳子勒住，猛地垂手，倒吸一口凉气，身下直接泄了力。没用的狗东西！我不留情面地骂他。再来！萧琪红着耳根，喘了一口粗气。我咯咯直笑，卷进被子，不给他机会了。第二日，萧琪吃了一天的十全大补汤，整装待发的要我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还非嘴硬说是小时候身体没养好。给了他一次机会，他下一日又说自己还能更厉害，亲着抱着缠我再来一次。太监都没眼看了。我也烦了，警告他，你在寝宫外不许亲我，亲我之前也得打报告，更不许随便发情。我是狗吗？要不要定时定点大小便？我笑盈盈地看着他，乖狗真有觉悟。萧琪。1日，萧琪陪着我在养心殿下棋。小太监进来通传，殿下，御史大夫周颂说是有事请奏。呸！早不来，晚不来，偏偏我在的时候来。之前萧琪要册封我为皇后，他也加以阻拦。前些日子，萧琪上朝，被他瞧见脖子上的红痕，便写奏折说我是什么红颜祸水。夫妻之间的闺房之乐，他非得说。半截身子入土的老东西也不嫌害臊。萧琪抬眼看我脸色，让他进来，我倒要听听这老登又要说些什么。果不其然，他没放什么好屁，话里话外都是我要以大局为重，抓紧给皇帝绵延子嗣。当我是母猪产崽吗？我听得火冒三丈，没说两句，我就叫人给他插了出去。我不想生，你想要孩子可以找别人给你生。萧琪脸色很黑，除了你，我还能找谁？你选秀呗，反正我是不会生孩子的。我母亲生我的时候伤了根本，不能再生产。后来我爹又娶了姨娘，结果难产，
大的小的都没保住。我对生产很有阴影。萧琪气得不轻，沉默许久，突然来了一句：我就知道你还对他念念不忘。他？谁？我这就让人把他给刨出来，让你们见面。哦，他在说太子。我现在倒不是很想见他，其实我可以解释，但我觉得萧琪炸毛的样子很好玩。没过几日，我听说太子真被萧琪从土里挖了出来，我惊得寝食难安，连忙和他说了实话。听完，萧琪沉寂许久，最后下旨，谁敢催生满门抄斩。后来没人催我生孩子了，大家纷纷劝他选秀纳妃，各路大臣便招法的给他塞女人。晚上，萧琪躺在我身边，说自己不想当皇上了。我往他脸上扇了一巴掌，说什么呢？我天生奉命，你不当皇帝了，要我改嫁？他想了一会儿，点头笑了笑，你说的有道理。次日，他又下旨，谁敢提选秀格杀勿论。朝野上下哀嚎遍野，全都骂他是暴君。生辰那天，萧琪下厨给我煮了一碗长寿面，他让我对着长寿面许愿，我不要，傻里傻气的。他含笑把我捞进怀里，对着我亲了又亲。金钱权势，只要你想要，我都能给你，唯独长寿，要求老天爷。娇娇，和我一起白头到老，好不好？眼泪不争气的往下掉。我哭过很多次，没想到竟然有一次是因为爱。我紧紧抱住萧琪，心想喜欢皇上好像也不是那么傻。番外，萧琪听说他的母亲是丫鬟出身，人人都忌讳提起，只知道皇帝很厌弃，对他如此，对自己也是。萧琪住在冷宫，吃穿全得靠自己，直到涂娇来欺凌他，其实只是他以为的欺凌，无非是学狗叫，驮着他爬来爬去，这些萧琪早就麻木了。他只觉得涂娇很无脑，每次给他送东西还沾沾自喜，以为自己很坏的样子，其实跟别人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。不过萧琪还是很看不惯他颐指气使的样子，心想有一天一定要报复他。萧琪从未见过话如此多，眼泪如此旺盛的人。涂娇总是哭着和他说一些伤心事，无非是别人骂他蠢之类的。萧琪很无语，心想是真把他当狗了吗？如果不是为了食物，鬼想听他好。不过很奇怪，每次哭的是他，萧琪却觉得潮湿的骨头疼。他好想对他说别哭了。冬天的时候，萧琪中了风寒，涂娇在旁边哭个不停，一直在说不想他死。萧琪想不明白，真的有人会因为自己的生死掉眼泪吗？夜里，涂娇溜出来给自己煎药，熬了小半宿，只捧出一碗黑水。他还以为自己棒棒哒。萧琪不知道自己出于什么心理，竟然喝了。喝完药，涂娇便放下心，哭哒哒的走了。后半夜，萧琪上吐下泻，他觉得邪门。曾经自己3天没吃饭，没死；天寒地冻没衣服穿，没死。没想到涂娇给自己熬了碗药，他差点小命不保，要不是去太医院偷了点药，绝对活不到第2天。萧琪想找涂娇那个蠢货算账，他却再也没有来过。后来，萧琪听说涂娇要嫁给太子，太子是个荒淫无度的人，以涂娇的性子绝对忍不了。那天他一夜未睡，把几个皇兄想了个遍，发现涂娇这样跋扈的性格，只有自己总能想到哄她的办法。看来这皇帝他不得不当了。萧琪当皇帝后，见到涂娇很想问他为什么不来找自己了，但这显得他很舔，他是皇帝，不能这样做。萧琪也没忘涂娇对自己颐指气使的模样，于是他把涂娇关起来，想要小小报复他一下。当天，萧琪做了个翻身农奴把歌唱的美梦。梦里，他坐在龙椅上，手里拿着鞭子，涂娇蹲在一旁给他洗衣服，但凡慢了一点，他就抽一鞭。不过这个梦太假了，萧琪很快就醒了。醒来有人通报说涂娇求着要见自己，他有些惊骇涂娇的毅力。这明明才不到1日，萧琪有意刁难，可看到涂娇真要吃地上的东西，他又觉得很烦。
到底还是没让他这么做。萧琪派人端上来2杯酒，说其中1杯下了春药，让他选。其实2杯都是甜水，他只是想看涂娇是什么反应，结果他竟然装晕。萧琪一口鲜血，差点呕出来。想来想去，他还是觉得涂娇对太子旧情难忘。得知涂娇不喜欢太子的时候，萧琪的心都快飞起来了。不过他不想把自己的喜欢表现得太明显，要不然自己的地位更卑微了。他觉得涂娇没把自己当人，但萧琪想当人，想堂堂正正地站在涂娇身边，而不是做一只举重若轻的狗。萧琪有意控制着不见他，他现在明明是皇帝，可每见到涂娇盛气凌人的态度，总让他双腿一软，想恭恭敬敬地喊一声渣。萧琪觉得自己犯贱。涂娇当了皇后，有点伤感。萧琪看出来了，他翻出涂娇给自己做的狗链狗牌，去逗她开心。他想，当狗就当狗吧，做狗也逍遥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